我曾经很欣赏你的才华，但如今你的才华却一步步成为了我们恋爱的枷锁。我想带着你不断进步，而你却总是不思进取。你只是在把你的想法强加在我的身上，你的规矩，你的炫耀和傲慢，真的让我受够了。我自然而然的表达在你眼中就成了卖弄，真希望你有朝一日终能理解我，与我一同向前。文艺青年的爱情啊！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文21岁，来自重庆，学生；小齐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这个恋爱谈了多久啊？1年。都是学生，是大学同学吗？啊，是同班吗？不是同班，是一个系的。咋认识的呢？就是大一军训的时候，我觉得他挺有文化的，当时，然后挺优秀的。军训都能看出文化来啊！正常大学生嘛，然后都挺爱玩的，他不是，他就喜欢一个人。当时我就觉得他挺特别的。他就喜欢一个人？就是和别人不太一样，我觉得。但是我看这小片里好像谁说的什么，你的知识已经成了我们的枷锁了，是谁说的？我说的。哎呀，怎么知识变成了枷锁了呢？就是一开始觉得他知识也挺好的，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他总爱卖弄他自己的那些知识，然后还自视过高，谁也看不起，然后非要把这些东西强加在我的身上，整天给我灌输一些思想，我就觉得我每天都挺累的。你能举点例子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我俩走到哪儿的时候，他就非要跟我上好几堂课，然后就炫耀他自己有多厉害。就有一次我俩去盘山旅游，我本来就是去放松的，然后他可好，他跟我说什么乾隆多少次来盘山，然后又问我说你知道清朝有多少皇帝吗？我就是去旅个游，我哪知道这些呀？当时问的我都发懵了，然后还一直给我讲。我当时就觉得我面前就不是一堆山了，就是一堆皇上在那儿飘。然后后来我就慢慢觉得他怎么会喜欢我呢？我这么普通。然后后来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为了衬托他自己有多优秀才和我在一起。那《三字经》里面都说了，这人不学不如物，这人不学那跟草芥有何异啊？我们人生在世，如同白驹过隙，浮游于树，韶华白首那不过转瞬。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用有限的时间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我不觉得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呀，我更不敢与你那种浑浑噩噩的日子苟同。那你就应该那你就觉得你每天都怀才不遇，然后你觉得你就是干大事的人，就是个大才，然后你每天都不想想你以后毕业，也不想想以后工作和实习的事儿。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什么怀才不遇，我经常都说我只是偶尔的感慨，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有多少知识有多丰富，那只是我偶尔的感叹而已。他平时就这么不好好说话，就是咱们正常的交流他都不会，然后说话就带个什么知乎者也，跟我说什么文言文。他有的时候就自己说错了，然后还不承认，就说他说的是对的。他看书，他喜欢看书，然后他有可能就看了个前言，然后翻了2页，就看点皮毛，然后就跟我，他不光跟我这样，他跟他同学跟别人也这样。人家比他懂得多的时候，他就不承认，就非说自己是对的，然后就跟人家去犟啊。然后有一次他跟他同学去投个稿，就是好像是写那种文章，然后他的就没选上，然后他同学的那个就选上了。他跟我说什么他同学写的不如他好，就跟别人去说什么他同学的文章是他帮着写的，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见不得别人好，说人家什么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后来好了，人家给我俩都拉黑了，就好像我也是不懂是非，就向着他一样。不是，是这样的，那篇文章里面确实有我跟他说的痕迹我在里边看到了我的东西。你没看过那篇文章，你就不要妄下乱断。还有你说我什么学习只看皮毛，只看1、2页，看前言，那你呢？我力所能及的尝试，那总好过你1页也不看吧？我不看，我不也跟你一样吗？我现在不也和你是同学吗？你说你在这跟我横什么横啊？他年纪轻轻，他喜欢干啥？他喜欢盘串，没事坐那儿盘串，喝个茶，他就不像个正常男生。我就希望他去跟我同学他们一起打打游戏呀。我天天我看着他，我都愁得慌。
那打游戏有啥好的？我就真不知道。我盘串咋了？我既能修身养性，我还能静下心来思考东西，对吧？啊，你打游戏好，来大家评评理啊！我说你打游戏可以，咱可不可以边玩游戏边思考东西，边学习东西啊？你说他喜欢玩那个王者荣耀，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曹操是哪个朝代的？他可好，跟我说曹操的技能是回血。我问你，那高考考他的技能吗？我现在不也上大学了吗？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说我想要个潘多拉的手链，人家可好，送我一个那个小核桃的手串，他戴个盘串，我戴个手串，然后我俩就这么牵着手在学校里走，别人都看我俩。核桃手串咋了？你跟我一起修身养性，那我不是为你着想？行，咱再说说我今年过生日的事儿，你说说。人家女朋友过生日，男朋友送啥啊？蛋糕、巧克力、鲜花。我男朋友送我啥了？送我3本书。第一本什么？你其实还不够努力啊。第2本是蔡康永教你说话之道。第3本是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你嫌我多笨，多不会说话呀？你买本书教教我，然后让我去努力，然后我给你治个天下去呗。我送你书，那也是为你着想吗？我送你书送的啥？那是精神财富，那对你以后也是大有裨益。是不是？那别人的男朋友还没这心思呢？你怎么知道别人男朋友没这心思啊？天天跟我说这说那，然后给我立各种规矩。吃饭的时候不让我翘2郎腿，还不让我说话，完我吃饭的时候看个手机都不行，天天嫌我浑身都是毛病，这我都能忍。最过分有一次，我跟他回个家，我记得是过节，然后他家里当时来了几个亲戚，但是我大老远的跟他回家过个节，我怎么说我也是个客人。啊，到饭点可好，人家一家人坐饭桌上了，然后我就上厨房拿个碗拿个筷子在那跟一帮孩子在那吃，我当时就觉得，你每天就弄这么多规矩给我看，我从小也娇生惯养的呀，你为啥给我弄那么多事儿，然后让我每天都受着气呢？这些规矩不是我要你遵守的，我自己也要遵守。这些规矩从我太老爷他们那一辈就传下来了，不能破啊！我们俩别无二致，是吧？说到规矩啊。听了半天没听出啥规矩啊！就他吃饭吧，他总爱吃出声啊，翘个2郎腿，这怎么能行嘛？我去他家吃饭不能上饭桌，人家一家人坐饭桌上，我都不能去饭桌。这又是啥规矩啊？这上饭桌他历来的规矩就是男生才能上，那这个规矩也没办法，家里必须得遵守。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大男子主义，然后以自我为中心，他就想控制我。他跟我说让我毕业之后不让我找工作。让我在家照顾他，然后给他带孩子，做家务。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你拿什么养我？你拿什么养家呀？然后跟我说啊，不让我跟别的男的说话。不，现在这都什么时代了，还不让我跟别的男的说话？你总觉得什么都不可取，我觉得你这样说就不妥。如果你能把这个我做好了，那你与常人不是与你之别高下立见啊？我让你发一个咱俩的合照，发个朋友圈，你跟我说什么啊？我不发。你说你买本破书，你都得发个朋友圈啊，然后去个地方你都发特别长的文字，你怎么就不能发咱俩合照呢？啊，对了，我今天还截了一个他发的那个朋友圈，然后截了一小部分日常。你们看他的那个微信名和那头像，那不知道的人那还以为是我爸呢。你看他发那个都什么呀？哪是一个学生该发的呀？然后啊，每一天都发好几条特别多的朋友圈，就每天我要不看那微信名，我真以为是哪个大学教授在那传授知识呢。啊，完这一看，这是我男朋友，我都觉得丢人。一受点挫了也得发一个朋友圈，要不就是贬低别人，要不然就是提升自己。其实我觉得你要喜欢读书，我首先说，读书没有什么不好，对吧？对。但是喜欢读书别卖弄啊。我觉得我没有卖弄，我觉得我都是自然而然的表达而已。其实我读书也读得很散，也不轻，毕竟我年纪也尚小嘛。不是，对呀，那你就好好跟人姑娘说话嘛，喜不喜欢人家啊？喜欢，爱不爱人家呀？爱。谈恋爱就是谈恋爱，咱们别把很多事情混在一起。你盘珠子那是你个人爱好，对吧？你喜欢读一些老书，那也是你的个人爱好。真的读了就别到处卖弄，就不太好。书里东西一定是读给自己的，跟别人没关系。但是他总说我卖弄，那他呢？
他没规没矩的，平时站没站相，坐也没坐相啊。他在生活中一点都不求甚解，也不思进取，对问题他永远只看表面，永远不去探究。不是，那你也不，他即使他真是这样，你也不能在公开场合就这么说他呀。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看清，然后改正。不是改正啥呀，孩子？比如说他自己就说他以后想当老师教音乐，我说好，你想当老师教音乐啊？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嘛，他肚子里啥都没有，他以后怎么去教学，怎么为人师表？他不光就是我们俩的问题，他给我朋友也造成了挺大的困扰的。就是有一次，我和我室友我们几个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关系都挺好，她就跟她男朋友开玩笑说人家男朋友犯了个错，让人回家跪个搓衣板，然后她就突然不乐意了。当时就我觉得挺尴尬的，我就想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这样挺得罪人的。然后还有一次，我俩看个偶像剧，就是本来女生都爱看嘛，然后正好看到那个男主下跪求婚呢，然后他说啥？他说什么男儿膝下有黄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咱俩结婚你给我下跪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也不用跟我下跪，咱俩就这样就行。我真不知道他咋寻思说出来这种话的，我觉得他就没有情商说这种话。你让我堂堂7尺男儿给你下跪，你脸上有光。那你的朋友对这小子的评价是什么评价呀？对了，我还带来我闺蜜有一个就是对他的评价，我也想让他看看他在别人眼里到底是什么样的。看一眼。小琪的男朋友平时特别爱装，说话的时候就咬文嚼字的那种。要我们一块出来吃饭的话，有他别人根本就不用说话，就听他一个人在那说。还有就我们女生嘛，在一块不就喜欢聊聊化妆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数落我们说什么没内涵没气质，在脸上画再多都没用，就透着一股庸俗。当时我就可生气了，有这么说自己对象的吗？我反正是挺支持他俩分手的。这次我就想请老师好好教育一下他，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嗨，这就有点较劲了啊！谈个恋爱较什么劲呢？家里头打小就培养读古书是吗？还是你自己喜欢呀？家里也有这种方面的培养，然后我自己也挺喜欢的。这个不知道内敛一些吗？干嘛这样啊？我觉得我们这一辈人学习就应当勇于探讨，百家争鸣吗？为什么要内敛呢？我们就应当大家发出各自的意见。不是，你的意见是什么呀？你得让我们知道啊。多学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啊！行，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都是学音乐的。学音乐的？对。怎么样？他行吗？还可以吧。还可以。那他肯定在你们那个环境里面就属于特别出格的那么一个人，对吧？对。年轻人，反正我觉得有一点啊，年轻人如果真读书、好读书是件好事儿，但是我觉得，即使你有了知识，也不能卖弄。女生有一些观点，其实我也挺不认同的。虽然男生做的比较过分吧，但是我也挺不认同的。比如说，关于过个节送3本书，你觉得这就有问题了？咱们先不说送的是什么书，就是能想到送书这件事儿，我觉得也好。他可能就真的喜欢这个。有一些规矩可能迂腐，是错的；有一些规矩可能真该守的还得守。这个你们听听老师们说，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对于刚才男生那一段在台上的语言的展露的过程，我理解为才艺展示，就是才艺展示要适度，如果过了的话，就会引起极度的不适感。我们觉得读书、读好书，或者说我们去回顾历史，去憧憬未来，去看一些相关的书籍文章，是一件非常棒而且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刚才在你一上台的时候，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对你的好感度非常的高。我觉得这个男孩这么爱看书，一定差不了。结果我发现我错了，真的差了。因为你读了那么多的书，都没有读到，也没有学会2个字儿，叫尊重。
我们有的时候说，觉得别人尊重我们是因为自己很了不起，但其实不是。别人尊重你是因为别人很优秀，因为越优秀的人越懂得尊重别人，听取别人的意见，看看别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而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你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去评判别人。我觉得如果真的爱读书，想要去更博学多才，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做好你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好不好？至于女生呢，想说的就一句话，如果你不喜欢，那就离开。就是可能他有他的不是，但是你不能用你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去评判他，好吧？那读书人最后送你一句话：孤烟无垠万里沙，愿有人能与你同他。谢谢。问男孩2个问题哈，知识等于智慧吗？我觉得等于吗？我觉得知识越多，懂得就越多。只是说有可能，是因为我接触到很多知识并不是很高，但是他在生活方面很有智慧，为人处事让人很尊重、很佩服。所以说不一定知识就能等于智慧，知识等于能力吗？我觉得也等于。我告诉你，它不等于。有知识人可能会有能力，但是由于你比如成为一个某一项知识领域的专家，但可能你在其他领域就能力很差。比如说你会做饭吗？会。愿意去做吗？愿意啊。那你为什么要你的女朋友今后就在家，不要工作、带孩子、做饭为你呢？我愿意做饭，不代表就是说我一定要在家给她做饭。哎，就是说特殊情况下我可以做饭，但是她要做饭，这是她理所应当的。你看，你太过于表达自己的能力强了，你就因为自己知识相对于你的女朋友是很渊博的，所以说你不愿意为她做很多的事情，不愿意去为她做饭，不愿意去感受她能理解的事情。比如说你们一起去旅游，你在旅游的这个地点说出了这些旅游相关的知识，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是女朋友想去了解的吗？或者说在旅游那个境地，女朋友自己享受的是什么，你不去了解，你不屑地去了解，因为你知识比她多。同样，女朋友的朋友你也不讲究尊重，在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只是在自说自话，你也不了解你的女朋友和她的朋友们是否愿意听你所说的那些知识。所以说，当你知道知识并不等于一切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谦虚了，因为现在你觉得自己很厉害，正是因为你觉得知识是可以等于一切的，甚至于你可以不去尊重别人。同样，女生呢，男生是有缺点，而且也很明显，同时他也有优点。这优点其实是应该你要去懂得欣赏的。看书本身不是缺点，而是他性格当中有一些短板。如果你愿意去包容，或者说你可以去慢慢的影响他变得更好的话，你们还可以走下去。但如果连欣赏都没有了的话，可能就是需要分手了。就这样。其实读书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然后与这个世界
却有境界优劣之辨。你有多少技巧，你读多少书不重要，关键是一个人的心境很重要。读书是为的是什么？读书是为了提高一个人的素质。无论我们俩能不能走到最后，我都希望你能不那么自私，然后改一改自己的性格，无论对谁都一样。这样的话，对大家都好，对你也好。其实我从来没有卖弄自己的知识，我也觉得我没有不尊重你。我总不能阿谀奉承的把你错的东西说啊，对的对的，我觉得那对你以后，不管是和我在一起还是和谁在一起，那对你以后都没好处。可能我说话的方式有点过，但是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你能知道那些东西。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来吧，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开门。就在一起，女生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可能他对我也挺好的，就是吧，我也有错，但他也有错，我俩一起改呗。男生你那么看不上他，你咋也回来了呢？我没有看不上他，我只是希望他能改其中的毛病，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相辅相成吧。啊，我跟你说啊，记住，形式主义害死人，干嘛都别玩形式主义。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你们，请回来。我们来见证水玉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我
我知道，其实我做了很多不对的地方，把这些规矩强加在你身上。我今天来这儿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要好好反思了一下自己。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应该慢慢的去接受它，去把它给排除掉。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好好在一起。哎，